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救下月妹后，得知黑山要塞的局势十分不妙，便让月妹带自己去黑山要塞。他一路紧跟在月妹的身后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彩铃，坚持住，我马上便来。”而黑山要塞这边，密密麻麻的军队遍布，海波东等人站在城墙中心的位置，一脸担忧地望着要塞外三大帝国的联盟军队。让他们担心的并非是这些普通军队，而是掩藏在其中的三宗强者。要知道，斗气大陆强者至上，王权次之。海波东收回视线，虽然今日最棘手的毒宗宗主不会出现，但金焰宗和木兰谷的领头人足以给他们极大的压力。坐在轮椅上的萧鼎轻叹一声，偏过头关心起了美杜莎的伤势。美杜莎说自己并无大碍，她的目光望着遥远的魔兽山脉。萧炎若是再晚一些出关，加玛帝国怕是真的要被毁灭了。一旁的海波东也忍不住开口说，萧炎这个混蛋小子每次都玩这一套，他要是再不回来，联盟就要完蛋了。美杜莎猜测萧炎也应该快要出关了，只要他们能坚持到萧炎出关，局势就会好上许多。以萧炎的实力，全力施展也能和斗宗强者抗衡，到时候他们这边便是拥有了2名斗宗强者，而三宗的人也不敢胡来，毕竟真要拼起来，美杜莎即便是死也能拖他们一个下去。嘉刑天让美杜莎多加小心，三宗的人正是怕美杜莎如此，所以才一直没敢跟他死磕。不过这次金焰宗和木兰谷联手而来，恐怕是有所准备。美杜莎点点头，刚想说话，一阵鼓声从远处传来，波及整个要塞。见对面发起进攻，萧鼎下令让联盟蛇人族的斗王强者分散到各处防线。今日这场大战关乎加玛帝国和蛇人族的存亡，所以拼了！黑压压的人海在冲天的厮杀中涌来，人海的上空，三宗的强者飞过，大军在距离要塞还有1000米距离时顿住。两军对峙时，一道猖獗的笑声响起，身后带着一对庞大的金色燕翅，身着金衣的男子悬浮天际。没想到加玛帝国如此顽强，竟然能在三大帝国联盟下坚持将近1年的时间。即便这次加玛帝国注定会输得一败涂地，至少在西北地域也算是名声大振。要塞上的美杜莎等人脸色变冷，这人正是金焰宗的宗主焰落天。美杜莎身形一动，出现在要塞外的天空上，一个2星斗宗而已，也敢在他面前放肆。焰落天知道自己一个人并非是美杜莎的对手，所以今日正没打算单打独斗。他的声音一落，3名笑眯眯的老者出现在半空上，这3人就是木兰谷那3位可以和斗宗强者一战的木兰三老。今天他们3人打算和焰落天联手对付美杜莎。随着木兰三老的出现，萧鼎等人心头微微一沉，海波东更是破口大骂他们是不要脸的王八蛋。这些人怎么说也在西北地域拥有不小的名声，竟然以多欺少。萧鼎暗辅助想要去帮忙的嘉刑天等人，若是他们也出手的话，三宗其他的强者定然不会袖手旁观，反而会让大战提前爆发。现在只能期盼美杜莎能够抵御住他们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半空中的焰落天突然说，他们所图的是加玛帝国和蛇人族并未有太大的关系，若是美杜莎肯带着蛇人族就此离开，三大帝国定会允许蛇人族在这块地域繁衍。这种话别说美杜莎会信了，就是3岁小孩也不会相信。焰落天见好话没用，轻轻抖了抖手中的剑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蛇人族就此消失在西北地域吧。美杜莎满脸讥讽，就凭他。焰落天偏过头和木兰三老说，动手吧。木兰三老施展出3兽蛮荒诀，一股丝毫不比焰落天弱多少的恐怖气息出现，远远看去，他们3人像是变成了3个半兽人一般。焰落天和木兰三老对美杜莎展开围攻，他们4人都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人，以多欺少就算了，交手间还偷袭美杜莎。看到美杜莎受创，焰落天大喜，美杜莎将体内斗气尽数调动，打算拼命。就在天空上的大战即将爆发时，一阵笑声响彻无数人的耳边，这般大战怎能少了我这联盟之主？萧鼎等人眼中猛地涌上狂喜，海波东忍不住心中的激动，大笑着，这个家伙终于赶回来了。望着出现在天空上的黑袍青年，美杜莎心中也松了口气。
萧炎关心了一下美杜莎的伤势，美杜莎瞥向燕洛天和莫兰三老，问他可有把握拦住一个。当然，那3个半兽人老头只能算一个。萧炎让美杜莎随便挑一个便是，剩下的由他来。美杜莎让萧炎对付实力比较弱的莫兰三老。莫兰三老毕竟是靠着功法的玄妙才能有匹敌斗宗的实力，而燕洛天是真正的斗宗，真的打起来，莫兰三老还是比较好对付一点的。萧炎让美杜莎放心对付燕洛天，这3个人不会再对他造成丝毫干扰。他还塞了一枚加快恢复伤势的丹药给美杜莎。美杜莎的俏脸上涌现一抹难以察觉的笑容，服下丹药后迎上了燕洛天。美杜莎对上燕洛天后，便将战圈拉开，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给萧炎和莫兰三老。萧炎是否能拖住莫兰三老，是这场战争最关键的一个点。他施展出天火三玄变，提升实力。莫兰三老中的虎头人长老在和萧炎对了一招，发现他有异火后，3人都不敢再小瞧萧炎，准备一起动手，尽快解决了他。莫兰三老形成一个三角阵型，将萧炎所有的退路都封锁了。被包围的萧炎只能正面面对他们3人的攻击。在几次交手后，萧炎发现莫兰三老修习的三兽蛮荒诀是将3个人所有的力量融合在一起，达到斗宗的层次，但这个力量只能供其中1人施展。在那个人施展的时候，剩下2人的实力将会大降。萧炎躲开达到斗宗实力的虎头人长老攻击后，迅速攻击狮头人长老。见萧炎看出他们功法的奇妙，狮头人长老一脸讥讽。三兽蛮荒诀作为莫兰谷最为高深的功法之一，若是那么容易就被破解，还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？虽说这个功法只能让他们其中1人拥有斗宗实力，但他们3个人的精气神完全融合在一起，只需要一个念头，斗宗级别的力量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传给另外1人。以萧炎的速度，可远远没有超越这个力量的传递速度。另一边，燕洛天在美杜莎的攻击下不断处于下风，他怒吼着让莫兰三老赶紧解决萧炎，然后来帮他。虎头人长老皱了皱眉，阴沉着声音跟另外2人说：“速速解决掉吧。”说罢，他们3人眼中猩红的嗜血越加浓郁。感受到莫兰三老的气势变强，萧炎也缓缓闭上眼睛，手中结出一道道繁琐的手印。他施展出3000雷动的3000雷，2道和萧炎外貌完全相同的银色光影从他体内分裂而出，直奔莫兰三老而去。莫兰三老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，因为他们根本分不出这3道光影究竟哪一道才是本尊。虎头人长老只能让他们各自小心，一发现本体便自己调动力量。而萧炎拼着重伤，在本体承受了虎头人长老一掌后，假装是虚影，最终在另外2位长老掌握斗宗实力时，趁其不备重伤了虎头人长老。失去了三兽蛮荒诀的2位莫兰长老只是寻常的斗皇巅峰强者，对萧炎来说威胁性已经一落千丈，这场战局胜负已分。虎头人长老重伤坠落天空的那一刻，燕洛天的脸色顿时变得异常难看。美杜莎遥望着天空上的萧炎，眼中闪过些许柔和。这一刻，即便是高傲如他，也不得不承认，萧炎正在飞速拉近和他之间的距离，说不定日后将会真正的超越自己。而按照历代美杜莎女王遗传的不成文规矩，女王的丈夫必须实力比她更强。想到这里，美杜莎的脸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红润。这在海波东等人重重松了一口气，觉得今天的危机已过时。一道尖锐的鹰啼声响彻天际，这道声音让海波东等人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。前来的正是毒宗的宗主天毒女。天毒女的出现一下子就改变了战场的局面。看到毒宗宗主出现，燕洛天和莫兰二老身形不断后退，最后直接躲到了他的身后。天空上的萧炎看到天毒女出现，心头微微一沉，他能感觉到这个毒宗宗主的实力不比美杜莎弱多少。萧炎问美杜莎有把握对付他吗？美杜莎迟疑了一会儿，摇摇头说此人极其诡异，拦住他已是极限，想要打败的话，除非拼到两败俱伤。萧炎咬咬牙，能拦住也行，莫兰三老已经被他废了，燕洛天就由他来对付。他们两人商量时，毒宗宗主将莫兰二老打发去了下方的军队。之后他吩咐燕洛天，炎盟盟主由他来对付。但他在抬头看到美杜莎身旁的炎盟盟主是萧炎后，十分惊讶。戴着面纱的他顿时变得十分挣扎。燕洛天是第一次见到他如此失态，他连忙让毒宗宗主放心，萧炎一定会痛快地死在自己手上。他的话一说完，毒宗宗主扫射过来的冰冷目光顿时让他心里发毛。燕洛天干笑着问怎么了，毒宗宗主充满冰冷的声音响起，记住我要活的。
毒宗宗主对上美杜莎，两人很快就打了起来。叶落天仗着自己斗宗的实力，并不把受伤的萧炎放在眼中。很快他就被萧炎的开山印打得鲜血狂喷。萧炎这一记开山印让叶落天感觉自己颜面尽失，他一拳狠狠地砸在萧炎的背后。海波东看到萧炎双眼紧闭，不断坠落，连忙赶往战场，想要接住他。此时的萧炎正在暗中凝聚三色火莲，等叶落天追上他，想要下死手时，萧炎将三色火莲弹出。赶来救援的海波东在看到萧炎的三色火莲时，火速掉头离开，生怕被火莲波及到。海波东推到城墙边的时候，一回头又看到了再次坠落的萧炎，他十分尴尬地朝着萧鼎等人一笑，再次火速朝着萧炎而去。好在萧炎这次挣扎了2下，还是能召唤出背后的火翼，艰难地停留在了半空中。重伤的燕落天不敢再对上萧炎，他拖着自己残破的身躯逃进了联盟大军之中。萧炎并没有追上去，而是将目光移向了正打得火热的美杜莎两人。正在打斗的美杜莎突然抓住了毒宗宗主的破绽，一掌打在了他的胸前。毒宗宗主口吐鲜血，化为一道血箭，钻进了美杜莎的手掌中。两人都后退了好几步。毒宗宗主发现自己的面纱在射出血箭时被打落了下去，而萧炎也看向了他。看着这张熟悉的脸，萧炎不敢置信，但还是喊出了小医仙的名字。虽然毒宗宗主说萧炎认错了人，但萧炎却信他就是小医仙。看着面前神情冷漠、满头白发的小医仙，萧炎突然有种陌生的感觉。他问小医仙变成现在这样，是不是因为恶难毒体的缘故？当年小医仙离开后，来到了出云帝国一个小山村，在那里他借住在一对无子无女又善良的老夫妻家中。老夫妻将他视如己出，他也过得很开心。但恶难毒体爆发，害死了老夫妻。小医仙在老夫妻的坟前跪到昏迷，醒来时头发就已经全白了。从这次后，小医仙明白自己就是一个灾星，他将自己的善良藏了起来，变成了冷漠无情的天毒女。望着眼前变得有些陌生的小医仙，萧炎说当年自己说的不管日后他是否走到那个地步，萧炎依然是他的朋友，这句话即便是现如今也同样如此。小医仙说自己已经忘记了当年的事。萧炎一步步走到他的面前，伸出手掌想要摸他的脸。小医仙全身是毒，他根本不敢让萧炎摸他，但萧炎却并没有退缩，他一把抓住小医仙的手臂。当萧炎的手掌变得乌黑时，琉璃莲心火顿时出现，将乌黑禁去。萧炎让小医仙不要再错下去，再这样下去只会加速恶难毒体的爆发。恶难毒体是天生的，破解的确很难，但萧炎在药老留下的戒指中看到过恶难毒体的控制方法。只要小医仙能控制住恶难毒体，体内的剧毒就可以任他随心所欲的使用。看着萧炎认真的脸，小医仙也终于变得柔和了一些。他告诉萧炎，这次之所以发动战争，就是因为有一个神秘的组织找到他，让他占据加玛帝国，并抓住炎盟之主，就给他破解恶难毒体的办法。之所以拖了1年没有发起总攻，也是因为萧炎这个炎盟之主一直都没有出现。而现在只要萧炎帮他控制恶难毒体，他便遣散大军和三宗的人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